致死的敌人，总共击杀人数高达53人，是本场动作戏的 MVP。回归剧情，二人驾驶着路虎揽胜，奔往了一望无际的沙漠，踏上寻找长者的未知旅途。临别之际，约翰拿出徽记，在上面印上了自己的血指印，交还给了索菲亚，而索菲亚也将身上重要的东西作为了交换。就这样，约翰独自踏上了旅程。不知走了多久，精疲力竭的他终是栽倒在了浩瀚荒漠边缘。镜头切回纽约这边，此时的暴力王打算与高桌来个硬碰硬，老子是这里的王，说什么也不走。然而7日之期已到，忍者组织雷厉风行，准时血洗了他的丐帮。审判者原以为这样会让暴力王俯首称臣，但他却依旧没有屈服，喷了些垃圾话后，决定坦然赴死。Long live the king. 7颗子弹对应7刀，仪式感必须拿捏得死死的。不过我怎么数都只有6刀，你们呢？镜头回归沙漠这边，约翰终于被巡逻的人发现，将他带回了长者的营地。再度睁眼时，约翰终于见到了那所谓的长者。Don't worry, your weapon is still there. Please drink. 通晓一切的长者早就知道约翰的传奇故事，他问约翰为何要执意逆天而行。约翰表示是为了自己的挚爱。长者听后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条件是完成一个任务，事成后可免除他的除名令与悬赏令，但要求是以后得继续为高桌效力。What must be done? The cost of your life will be the death of others. The first of which will be the man they call Winston. What? He has forgotten his fealty. Neither the open contract nor the excommunicado will be lifted until you complete your task. So if you wish to live, and if you wish to remember, this is the choice you must make. 约翰听后心情有些复杂，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口说无凭，约翰自断无名指，献上了婚戒，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忠诚。临行前，长者还赠予了约翰一套新的西服。接着镜头一转，约翰就已经回到了纽约。刚踏出地铁，各方杀手就开始蠢蠢欲动，可却都遭到忍者组织的肃清。忍者并没有动约翰，而是将他护送到了0号面前。是涛哥的鲜花。不冷啊，我这里很热的。作为约翰的忠实粉丝，杀掉约翰是0号的终极目标。谈话期间，0号的手下竟鬼魅般出现在了约翰身后，结果。出了车站，约翰迅速制服了守候于此的骑士杀手，然后骑上雅马哈 MT-09S 开始逃之夭夭。0号率众忍者穷追不舍，一场追逐大战就此爆发。韩信的鲜花，太累了，休息。一阵拼死缠斗后，只剩0号一人还在死追，两人互不相让，纷纷摔到了大陆酒店的门口，眼瞅着就要领盒饭。约翰赶紧将手搭在酒店的楼梯上，先把命保住了再说。Sir, put your weapon down. He's excommunicado. Unless you wish to become the same, I suggest you lower your gun. 卡戎将两人请进了酒店，结果刚一坐下，0号就瞬间切换成了迷弟模样。
他称自己年少时正是因为约翰的激励，才使他走上了杀手这条道路。但约翰并没有过多理会他。随后，他抵达玻璃会客厅，见到了温斯顿。温斯顿早已清楚约翰此次回来的目的，定是冲着自己性命来的。他不疾不徐地掏出一把科尔特1903袖珍无击锤手枪，将它递给了约翰，说：“如果你觉得必须要这么做的话，那就朝我的心脏开一枪吧。但我还可以给你一条更好的明路，那就是一起联手推翻高桌，赢则功成名就，输也死得其所。如果你还是选择杀掉我，那你就要做好受制于高桌、身陷桎梏直至终老的准备。”约翰接过枪，看了看自己的断指，陷入了犹豫。这时，审判者出现了，他询问温斯顿是否已做好了下台的准备。温斯顿不假思索地否认。审判者转而问及约翰：“那你准备好杀掉温斯顿了吗？”约翰也同样斩钉截铁地回以拒绝。 No, I don't think I will. 审判者一看，沃尼玛，你们这是要明着造反啊！随即便给管理部打去电话，要求纽约大陆酒店即刻还俗，也就是撤销酒店内的禁杀规则。不出片刻，高桌的锄奸使者将会以约翰和温斯顿作为目标来执行死刑。既然已经撕破脸了，那就再无后顾之忧了。现在全酒店的设施将任由约翰无限制使用，《黑客帝国》的经典名梗也再度重现。Guns. Lots of guns. 卡戎慢条斯理地向约翰科普枪械知识。在约翰离开的这5年里，武器的攻防都有了很大的提升。现在高中的精锐都配备了全副重型防弹衣，所以他特意为约翰推荐了战斗大师201式手枪。此枪搭载了9毫米重火力子弹，或许能破开重型防弹衣。长枪方面，约翰则挑选了 TTI Sig Sauer MPX 卡宾枪。战前准备就绪，2辆大巴浩浩荡荡停驻于大陆酒店门前，是高桌派遣的重甲精锐到了。至此，极速追杀3的最后一场枪械大战就此打响。卸12的按钮。包子，生煎包。都是顶配。必须对呀！首轮交火结束，约翰发现9毫米子弹根本无法造成有效杀伤，于是与卡戎迅速折返军械库，换上可穿重甲的霰弹枪。卡戎拿出了约翰上一步用过的 M4 Super 90，而约翰则选择了伯奈利公司的另一款利器 M2 Super 90。第2轮作战再次开启。光军士生升级了，升级了。
哎呦呦！说哪去啊？不几点了没就走了？お前を殺すのは俺しかいない。Only by my sword, John. 大陆酒店的枪械首战结束，接下来是 MVP 结算画面。这一战，约翰共计射击209发，命中率高达88%，最终击杀人数为33人，其中22人命丧 M2 Super 90的霰弹枪之下。果然，近战搏杀还得是喷子。接下来，影片将进入最后的对决。约翰紧追0号至玻璃厅时，却被他的2个徒弟给拦了下来。操，这个手指有点问题，好疼啊！面对突如其来的连环踢，约翰一时也被踢得找不到北。本来赢得好好的，二人却非要换成刀去攻击，结果反而触发了约翰的被动技能。好了，结束了。就这样吧。收拾完2人，约翰走上2层，迎来了0号更为精英的2名手下。这2位高手其实早在前段剧情就已出现过多次，在悬赏还没有生效时，他俩就已经在远方暗中观察了。此外，这2位东南亚武士曾还分别在电影《突袭》系列中担纲过大反派角色。Selamat kembali. Stoik. Bangga bertarung dengan Anda, Mr. Wick. 约翰抽出腰带，再次激活了遇强则强的被动技能，硬生生将2人一起摔下了楼。或许是先前对方的手下留情，约翰也回以仁慈，并未将他们置于死地。随后，约翰与0号迎来了最终决战。作为前3部最强的大反派，0号的刀术果然名不虚传，开局就狠狠给了约翰一个下马威。不仅如此，他还跟约翰玩起了神出鬼没的躲猫猫。See? We're the same. 但他还是低估了约翰的学习天赋，约翰也跟着玩起了躲猫猫。等0号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时，已经为时已晚。结束。
最终，头号粉丝就这么如愿地死在了偶像的刀下，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吧。看到刺杀团全军覆没，审判者不得不低头向温斯顿提出议和，真是能屈能伸。此时，约翰也来到了酒店天台。温斯顿表示和谈可以，条件是要继续保留自己酒店的经理职位，这样他以后也会继续对高桌保持忠诚。如此剧烈反转的态度，整得约翰有点蒙圈，而审判者竟也欣然接受了。随即，他询问温斯顿，约翰该如何处置。温斯顿二话不说，直接掏枪便射。Sorry, Jonathan. Don't see any other way. 就在我们观众都看得大惊失色时，唯独卡戎看穿了温斯顿的真正目的。审判者走出大陆酒店，上车之际，他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因为小巷中根本没有约翰的尸体。他回到酒店质问温斯顿，但温斯顿却满脸的我也不知道。双方心照不宣，只好互相给个台阶下。与此同时，约翰确实也没有死，他已被开头那位流浪老哥秘密送回了丐帮总部。好了，就这样。下。峰哥，拜拜。拜拜，朋友们，下。拜拜。